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破坏神2代重置版》圣骑士的流程。今天是普通的第5章，大家看我脚下的光环，已经是狂热了。左手呢就是热忱攻击，所以说这已经是双热的组合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雇佣兵还有我自己的装备吧。雇佣兵29级，我呢30级。所以说穿上了一些上一期没有的装备。技能方面，狂热刚点了1点啊，可以了，出发。那在上一期呢，我开始冲刺赶路了。本期呢，除了冲刺之外，咱们还可以使用传送杖。所以说，虽然流程比较长，任务很多，地图也很大。但是估计咱们能打得快一些，至少圣骑士的流程会比其他的物理职业要短一些，因为跑路实在是很快呀。那如果在25分钟之内打完的话，中间我就不剪了。咱们现在的装备应该说已经比较豪华了。毕竟是有法师养着呀，那法师打到一些低等级的装备也给他留着，保证他在整个流程当中呢都打得比较顺畅。有小伙伴说双热圣骑啊，就是见到敌人之后呢 A 上去就可以了。那在噩梦难度呢，我会把这个圣骑士啊转成锤子锤起，如果锤起在噩梦打得特别顺利的话，没准啊地狱都不转回来了。因为地狱难度如果使用双热的话，尤其是咱们一个离线的环境啊，这个装备真的是跟不上。先把山客推了吧。推完了，咱们去做第2个任务。第2个任务呢，要救出3堆儿，一共15个野蛮人的战士。昨天呢，有人在我群里留言啊，说是他做这个任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状况，那就是救出了5个，结果呢任务显示还需要救15个，也就是一共20个呀，这样导致呢他这个任务就完不成了。那后来有小伙伴回复他说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就是当遇到第1个这5个人的时候呢，见到之后马上就把这个门拆了，拆得太快了，所以说那个技术呢没往下走。但是我表示啊，每次我一见到这个我就冲上去了，迫不及待啊就进去了，就把门打开了救人啊。好，第2组了，所以说救人要紧。第3波可能还在北边啊。好，在这儿，这样就齐活了。现在用血书的话，伤害实在是有点高。这个武器我感觉打噩梦的第1章都可以了。修传送杖用了4万多块钱的呀，4万多块钱大概咱们用个15、16下，可能就要3、4万了。这个成本真的是高啊。
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些小符吧，有的加伤害，有的加抗性，有的呢还加 FHR， 最多的是加生命的。上一期有小伙伴就提到了，说想看一下这个符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都是之前死灵法师还有法师带过的。高原了，门缝战。哦，这里遇到墙了，那就说明这张地图呢改变方向了，它是一个东西走向的。上一张地图是南北的。这张图如果你传送的比较快的话，是容易把自己传送到墙里的。原版的时候呢，甚至有一些怪是在墙里面刷的。重置版本呢，我之前使用法师的时候，有一次也把自己传送到墙里，这说明可能很多的底层代码用的还是老的代码呀，包括一些 bug 都可以重现。这是一个固定的精怪，把它推倒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就下冰河了。遇到这种地方一定要 TP。这就找到冰河了，但是我现在不能下去啊！我首先要把点儿踩了呀，不然呢，这儿回去之后咱们就要去打尼拉塞克，这个门就没了呀。那有小伙伴跟我说，比如说第3章的时候。完成任务需要提前把一些点踩了，然后再回头来跑任务。但是啊，我录播的时候呢，很少能够这样做，因为我需要按照任务的顺序来打，我不可能一上来啊就跑个10分钟、15分钟的路去踩点儿，那样不太现实啊。就是录制视频呢和咱们自己玩啊，它是2个概念。就像之前我提到的，有的时候药都没了，还硬着头皮往前冲啊！行了，传送站呢也搞到了，那咱们可以去下冰河了。噩梦换锤起的话呢，武器我就要换了，这个手里就要拿精神剑了。行了，下冰河，然后看这边啊，这边可能需要绕比较远的路，所以咱们从这边走。现在我等级大概是31级左右，那进噩梦的话呢，我可能要练到37、8级，甚至更高啊，因为需要备一些装备。锤起呢，骨子里就不是骑士了，它属于法师了，所以它的装备的思路呢和法师比较像，就是提高你的技能等级，不像战士追求什么 CB 啊、FHR 啊这种，可能咱们法师呢就追求一下技能等级 FCR。也就是高速施展。
行了，找到安雅了。我觉得呢比较快了，因为咱们现在进入游戏才10分钟，等于已经把3个任务完成了。我着急修我的传送杖啊！这次呢又修了快5万块钱的，这个太疼了呀！安雅给我对应一般啊。法师那个抗性呢，我暂时没去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咱们的抗性就是满的，有75啊，满的。一会儿再领吧，来得及。来吧，找往下的路。尼拉塞克这里呢，小伙伴已经教我正确的方式了。这次呢，咱们应该找的比较快啊。正确的方向呢，它有少一个柱子啊。好了，2层。这个地图倒是不复杂，它的结构啊、道路啊都显着比较方方正正的。这次来啊，又花了4、5万。如果把这个传送杖用光的话，就是7万。5号符文捡走吧。我其实缺一个28号，如果给我的话呢，我在地狱难度我就转回双热呀。如果不给呢，我可能就还是锤子了。这个方向走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方向呢少一个小柱子。好，任务提示已经出现。咱们呢是有 TP 杖的，所以打尼拉塞克的时候，咱们就 TP 过去打。用圣骑士啊，想把这些小怪清光啊，不被炸还是比较困难。尼拉塞克也 TP 了，好，他起手之后呢，我也 TP 了，怕他炸到我。打完。打完之后我还升级了，这个点数就随便加了，因为咱们也知道在噩梦呢就洗掉了。技能继续加狂热啊！这次 TP 花了5万多呀！幸亏有法师养着。把任务奖励领了，用掉。从传送站走，好，水晶通道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剩最后2个任务了，一个是3BB，一个是巴尔。3BB 我觉得可以一起打，3个一起打呀。毕竟现在还只是普通难度，而且咱们的装备还是比较豪华的。冰河路径。哦，这个宝箱打开看一下吧。蓝色的怪，蓝色的怪的经验值要稍多一些。
那本期录制完之后呢，我自己会去练练级。以现在的装备，练级的时候是可以开多 PP 的，至少可以开8P， 啊，不是8PP。有点期待吧，就是这样练级快一点啊。古代通道，先祖之路。赶路的成本真高啊！先找到了传送站，这把杖也是一路传下来的，最开始是死灵法师在用。哦，刚刚那么多敌人啊！如果是地狱难度的话，咱们一个 TP 进去了，这容易出不来啊！这个图我要跑遍了吧？终于是找到了，来吧！在角落这儿分胜负吧，2v3，还可以。克里克真的很肉啊！刚才他们3个都绿了，这个机会比较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3个家伙都在瞄准我呀。都瞄准小弟的话，他可能不够硬啊。顶不住，加一点命中率吧。好了，巴尔，我们往下找路啊。TP 杖好像用光了。71000，71000能够用33下。用一次2000多，2层藏得很深啊。其他层数还好，比如最后一层呢，地图是固定的。2层的话呢，咱们不仅要找到下一层的路，还要把这个点儿踩。其实一个圣骑士踩不踩都成，就记着把地狱最后那个踩了就行了。不过呢，巴尔之前这5波怪，尤其是最后一波怪，经验值比较多呀，我们后面练级用得到。先在督军山客和矫正者那儿练一练。3层了，开多批的话，可以把级别练得更高一点，不止呢是37、8级。37、8应该升得很快了。
后面开多批的话，经验值翻倍更多，好像是4.5倍吧。这样咱们可以练到40级往上啊。其他方向都跑了呀，就是这次没跑。我的天，结果就在这儿啊！一个冲刺就能够看到。清一清小怪，咱们现在经验是30%。被衰老了，圣骑士打这儿啊，不能离巴尔太近。这衰老的状态对圣骑士特别不利啊。我的 TP 杖好像又用光了呀，又是7万多。一会儿看一下吧。如果又用光的话呢，打巴尔之前咱们要回家修一次。果然用光了啊！右键已经变成普通攻击了。我和小弟都绿了。那进入噩梦呢，小弟会更硬一点，因为可以穿一些好的装备了。果然啊 ，PP 杖0了。我现在正在考虑噩梦难度换雇佣兵的事儿。后面咱们就是锤骑了。哎呀，那如果地狱再换回来，又需要换小弟啊。这个而且呢，小弟的级别要重练。哇！这组怪的经验有点夸张了呀，瞬间涨了10%几。回家吧，把杖修一下。修完之后呢，进世界10大殿，一个 TP 就能打巴尔了。继续过来，好开锤！看一下大概多久能把它干掉啊？这个命中率有点离谱了吧？怎么这么低啊？约一半都没有。看一下，61%，这也不至于这么低啊。看着也就40%啊。巴尔没血了呀，放倒，没抱什么好东西。那好吧，咱们普通难度打完，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难度再见。